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秒懂的活跃滚仓方法啊！这里是强哥财富频道，欢迎小伙伴的到来啊！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个基本的活跃知识概念啊。在我们做滚仓交易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全仓模式，一定要选择全仓模式啊！记住不要去选逐仓模式，因为逐仓模式呢，它是不允许你在一个浮盈状态下面去加仓，只有是全仓模式的情况下呢，它才可以在这个浮盈的过程当中选择去加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啊！也就我们经常说的滚仓交易，明白了吧 ？OK， 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100美金满仓3倍做多，下跌30%才爆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用100的美金去开3倍的活跃做多，它只有下跌到30%的一个位置，我们才会去爆仓。哪怕你就是用50美金开3倍的杠杆，它也是要下跌到30%，我们才会被爆仓。那如果说我们是根据信号进场，它再下跌到30%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啊。我们经常看 K 线图的小伙伴都知道啊，很多大神们都会用一些蜻蜓点水的背离预期的一个信号去进场的啊，也就是说它再跌30%的概率还是非常小。当然也不是说绝对没有啊，因为毕竟是山寨币，它的流动性肯定明显不如大饼的，是不是？因为有时候可能别人的一个大的单子很有可能就影响到整个盘面的一个波动了啊。在这里强哥就拿一个币种的 K 线图给大家看看啊，比如在这个 ADA 对吧，它是从6点半开始，差不多也就是1个小时吧，到7点半的样子，它就一个走势就是蜻蜓点水这样一个走势，底背离预期的一个信号。因为在1个小时级别出现蜻蜓点水的预期呢，我们再下跌30%的一个概率还是非常小的。包括之前的也是一样啊，都是在1个小时级别出现了蜻蜓点水预期的这种情况下，它一开就是最低点了啊，对不对？有信号进场开进去的话，再跌30%的概率几乎是没有的啊，很少遇到这种情况，除非我们是盲开，单纯的就是非常喜欢它。这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滚仓交易啊，要知道这几点。那所谓的滚仓交易，我们一定要记住是以小博大，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几个点啊，我们一定不能去以大博小，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几个点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讲4个点。也就是说，一般做这种滚仓交易的话，不能放太多的钱，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注册一个小号，里面只能放100美金或者说50美金，我们就用一个3倍的杠杆去做一个滚仓交易就 OK 了，它的一个容错率呢就比较高的了。其实道理都很简单啊，哪怕你没有任何技术水平，不管技术也好，运气也不好，什么都不会的一个情况下，你拿100美金，我们用3倍的杠杆开进去，它保底也是要下跌到30%，我们才怎么样才能爆仓，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才能亏掉这100美金嘛。或者你是用50的3倍杠杆去开多，对不对？它也是下跌30%才亏掉我们的50美金，对不对？我们这样的话心里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压力啊？那我们不能跟有钱人的相比，对不对？动不动人家就拿1000、5000的一个本金，对不对？去开20的杠杆、30的杠杆，对不对？那这种呢，只要他不爆仓，一爆仓的结局就是什么？那就是 over， 对不对？那肯定是一定就输完掉的。这个道理我想所有的小伙伴都是明白的啊。这个市场我们来币圈做的交易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以小博大，我们是赚钱来的，不是说为了寻求什么好玩刺激无脑的一下梭哈。虽然你可能
一下梭哈的时候，感觉到心里非常爆棚的那种满足感，但是你是付出了什么大量的金钱，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赚钱，这个才是王道，赚到自己包里面，那个才是自己的，赔出去亏出去，那就是成了别人的。所以我们的一个宗旨一定要记牢，一定是以小博大，不是以大博小。比如说我赚，对吧？我可以赚你无上限，但是我亏的话，我最多只能亏$100，或者我们更少拿$50，就亏这$50，明白了没有？这么讲的话，我相信小伙伴一听就懂了。那我们第二点，一般做这种山寨币滚仓交易呢，我们要选择一些什么近期的新币、热门币，预期要波动大的，它动不动就拉2倍啊、3倍的这样的币种。比如我们前一个月我们看到的那个NOODNG 2-3天拉了3倍啊，什么概念？也就是说2天涨了多少？300%，对不对？这种就很离谱了啊，是不是？当然这种币它天生波动就大啊，所以说你做这个$100 3倍的话，有时候也会被它收割的，对不对？但是它呢也就只能收你个$100了，其他的钱的话根本就不会影响，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第3点，持续浮盈再加仓买入。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遇到那种单边拉升的，你一直有钱赚，一直有收盈，对不对？那你就可以一直加仓，因为我们这种单边，对吧？它一直在拉升，我们$100第一次赚，第二次赚，第三次赚，你一直有钱赚，一直有收盈，那你可以再加仓，对不对？你这个持仓头寸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大了？我想这点应该做过活跃的小伙伴们都明白了啊。那第4点呢，最重要的一点啊，滚仓交易只能做多，不能做空。记住啊，因为加密货币它是上不封顶，下行有限。如果说你是个老币友，那你应该知道去年那这个币它就涨得非常离谱啊，应该是没记错是涨了70多倍啊，又最前面的10块钱最后涨到70多。那如果你是做多单的，对不对？我先不说你做活跃啊，哪怕你就是拿到现货，那基本上你的小金库已经满满的了，对不对？涨70倍，你用$10去做，因为涨70倍，你想一下，你开了个活跃，哪怕你就是开个2倍啊、3倍啊，赚个100-200的，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对不对？是不是很离谱？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在做这种山寨币的时候呢，一定记住啊，上不封顶，下行有限。你做空下去的话，它的跌幅度那是有限的，明白了没有？尤其是大饼的那种也是一样啊。其实你想一下，大饼哪怕比如说4万的一个大饼，对不对？你无论你怎么空，跌到哪去，它最多哪怕无限接近归零，它最大的跌幅也就是99.99999%，对不对？它不会超过100%的一个跌幅吧？后来但是做多往上涨，原则上它是可以无上限的，对不对？尤其是那些新币啊，刚上来的币，一般来说呢，刚上来的新币，它震荡盘整一下，洗一下盘之后呢，它基本上就哗2-3倍就往上拉上去了。这种的话，你随便在低位这个位置开个3倍杠杆进去，哪怕你不做滚仓，都是会很舒服的。明白了没有？很简单一个道理啊，我想做过活跃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如果还没有做过活跃的小伙伴们都去看一下做活跃的一些币圈大神怎么做的，也有很多视频啊，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先去学一下，我们再来实际操作。如果我们想练手的话，那我们可以用$10、$20、$30，不一定非要$100、$50。我们练手用什么形式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OK， 那我们再讲一下活跃滚仓的一个
公式化啊。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公式化呢，也就是说你要减少个人的一个情绪去干扰。当你遇到有信号的时候，或者说没有信号的时候，那只要你看好的这一个币，对不对？你觉得它会涨，它又是近期的热门币或者新币什么的，什么概念的也好，陌陌也好，什么 DeFi 的也好，各种其他的，不管是什么链的都行，只要自己看好它。当然最好是新币啊，因为新币的它的一个波动是会更大，也就是说我们的热门币它的一个机会呢也才会更大。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人气排行的什么，我们的交易量靠前10的，因为它这种近期的热门币呢本身的波动就很大，你选这种币的来做的话，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赚钱的啊。当然这个肯定是要有一定基础的币友才去操作的啊，新币友才刚进币圈的小伙伴们不建议啊，还是一定要先学强哥一直在强调的，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首先我们要对这件事情新生事物去了解、学习、掌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来实操。好了，只要你看到这种币啊，觉得这个币会涨，那你就用我们的统一的一个公式去操作，也就是说$100做3倍做多。记住哈，这里一定务必记住，我们一定是$100 3倍最多了哈，不要开太多啊。很多小伙伴他对这个$100 3倍最多是有一定的误解的，他觉得$100开3倍这个能赚到钱吗？不是这样子的啊，$100 3倍它只是一个底仓的公式，只要它拉盘，那它的过程它是浮盈的，我们是可以不断的去干嘛？去加仓。那我们的加仓不断，最终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那就是会变得很大的一个仓位，对不对？懂了没有？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不是说单纯的$100去看3倍，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有滚仓的啊，后面会变得很离谱的，你都会帮自己吓倒自己的。OK， 当这个公式套进去过后呢，那我们如果是拉盘，我们就有浮盈加仓。当然了，这样子的话，你是想加多少加多少啊，想加50加50，想加200加200，这是看个人量力而行啊。比如说是吧，涨够2%或者3%、5%、15%，你想在哪里加仓都是可以的，对吧？它在2%的地方，你在这里加也可以；5%的地方加也可以；15%的地方你也可以，反正只要你有利润，我们就可以加进去。因为不管你怎么加，你这个仓位最多就是一个满仓的3倍，它都是要从我们的一个最高点顶点下跌30%，我们才会爆仓的，对不对？我想这2点的意思，小伙伴们都有听懂啊，都会明白了啊。因为滚仓交易的话，它最大的收益是什么？刚才说了，上不封顶，下行有限，它不会100%的下行，对不对？如果你遇到一波行情，特别是那种新币，比如说之前那个 P1， 对不对？还有刚才说的 TRB， 那它一拉得非常厉害的那种，就是没有回头路的一波，你是不是就赚嗨了？也不是说发达了吧？那话说回来，即使这个东西崩盘了，归零下滑到低点，我们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刚才说的最大风险也不无非就是那$100亏掉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亏的是非常有限的，最多我们投的就是100，那你上涨收盈是无限的，2%、5%、15%、30%。如果砸盘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开进去之后它暴跌30%，那我们也只能认了，对不对？因为那我们做投资嘛，那肯定都是有亏有赢，不可能我们一直赚钱，对不对？那除非你是神了，那我们亏的最大风险也就是$100，亏的下限是永远不变的，对不对？那还有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是你是根据信号进去开的，那一般是不可能出现什么
暴跌30%的这种说法。那暴跌30%呢，一般都是已经涨得基本上差不多了，你再追进去，比如说我们已经涨了30%了，你还要追进去，那它刚好再跌30%，或者说刚刚开始调整，那跌30%这种情况的话，那也是会有的，不是说没有的啊。但是呢，一般经过调整后呢，还是会出现什么？我们刚才说的蜻蜓点水 W 或者底背离区的一个点位信号，所以你在低位再进场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低位进场，它是不太可能再跌30%的啊。这一点懂了没有？我想应该说得很明白了啊。话说回来，也就是说你想亏掉这$100，它本身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除非你上头了，你要帮这个3倍杠杆我去改成10倍杠杆、20倍杠杆、50倍杠杆，那你就很快就亏掉啊，这个是毫无质疑的。所以这里要记住啊，这个公式化我们只认3倍做多，一定不要去变哈。这个变的话是要根据后续的情况去变的，是到后面我们的一个第4点进阶玩法，提高风控、设本保本损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去变的哈。那经过第2点这样说明，我们第3点的话，基本上就刚才已经带说了啊。也就是说，如果砸盘暴跌的话，我们每一天最大的风险就是亏掉$100，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下行有限的一个基准点啊。那我们进入第4点，这个进阶玩法，提高杠杆、提高风控、设保本损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用$100去开3倍杠杆，这个时候它拉了是吧，在3%的原则上我们已经又翻了1倍了，已经是赚了$100了。这个时候在这里，那此时的时候我们账户的资金呢就可以全部滚仓进去了，它是不是就变成200了？200我们开3倍，对不对？这时候你是可以调过杠杆的，比如说我们从3倍杠杆调成5倍，那是不是就变成200乘5了？但是要记住啊，这$200当中，其中有100是我们盈利的部分，有100呢是我们的本金，对不对？如果你调成5倍杠杆去做滚仓的话，那我们就要怎么？我们就要提高最重要的一点风控，也就是说设立止损，也就是说一个保本的止损我们一定要设置好，我们最多只能把盈利的这个100亏进去，剩下的这个100本金我们不要受到伤害。那这种情况的下，我们是可以去提高杠杆的，而且一直滚下去，那这个时候的收益就会很夸张了，对不对？只不过呢，5倍的杠杆这个风险肯定是比3倍的要大太多了啊。5倍的杠杆的话，一般来说它不是跌30%就爆仓了，一般就是到15啊、16下跌，基本来说就已经爆掉了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它的基本原则、规则，我们才可以乱去动一些东西，设置好的一些数据，这样我们才不会去一下爆掉，把自己的本金都梭哈掉，亏进去。所以说呢，我们用3倍杠杆啊，它就是要30个点才能爆仓。在这里强个建议啊，说真的，特别是对我们新手小伙伴们来说，我们就用3倍就已经够用了啊，全程就保持3倍就 OK 了，不需要去调到5倍或者10倍、20倍，对不对？像这种大的倍数的话，基本上就属于一个进阶玩家，经验比较丰富，币圈大咖大神，有技术、有经验、有技能去玩的一些高倍数的一些东西，明白了没有？记住了哈。所以请我们的新手小伙伴一定要记住这个原理啊，自己在什么都不熟悉的情况下，都不懂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金跟倍数，去套用这个公式去做一个活跃滚仓，基本上是没多大问题的啊。好了，这4点基本已经
跟大家分享完了啊。那么滚仓跟不滚仓的区别在哪里？今天的话，我们也做了2个同学嘞，举下例啊。比如说这个小刘同学，他是一个不滚仓的，同样是在已知的条件下，100美金做3倍做多，下跌了30%就爆仓了，对不对？就亏掉了。那如果说它上涨33%，收益是不是100美金？也就是3倍的杠杆啊，涨33%那就是资产翻倍嘛，对不对？也就是赚100美金嘛。那如果说是涨100呢，它收益是不是300美金？如果涨3倍的话，那它就是赚了900美金啊。这个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可以算的啊。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滚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滚仓方法一个结果啊。滚仓呢，我们看一下啊，比如说你是同学滚仓操作，那就很夸张了啊。同样是100美金做3倍做多，最多下跌30%爆仓，这个比如说是一样的啊。如果按照币价最刚开始10美金开始，这里有个表给大家看一下啊。100美金的时候，我们最新的是10美金，上涨10%，资产是130。这个表可以你可以用手动去做，或者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计划委托，字写的比较丑啊，这里乱写的，小伙伴们不要介意啊。你也可以去用这个计划委托，让它自动滚仓，也可以让它全程自动的去滚仓，不需要手动操作也是可以的啊。那就是前提你是会用这个计划委托的情况下。那我们回到这里，刚开始是持仓头寸是100，涨幅是10%，最新的是10美元，最终我们涨了过后是不是130？3倍开多嘛，就变成了11，那这时候我们就赚了30%嘛，3倍杠杆。那在130%滚仓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就变成是169？那一直滚仓下去，总共从10，假设说啊，按照才说的这个，如果上涨300%情况下，这个过程大概有10到15次10%的加仓，最终的话是到了42的样子，就涨到3倍多一点点嘛。这个时候我们的资产我们看一下，就差不多是5000多美金了，对不对？是不是很离谱？你100美金从这个100可以滚到5000，对不对？是不是非常离谱了？而且要记住哈，这个是设定的计划委托书，每涨10%滚仓的一次。如果你把这个10%改成5%或者3%滚仓一次，那这个收益的话，那是不是就翻倍了？至少变成1万、2万去了，对不对？那就更离谱了，因为这个涨幅度越小，它这个加仓的密度越小，它的收益就越大。这个小伙伴可以去科普一下啊。那当然了，我们在加仓的过程中风险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你做这个滚仓之后啊，加仓过后它有一个均价会怎么样，也会根据你这个加仓变大，对不对？因为当你滚到最后这一关的时候，也就是38到40的时候，那这个均价基本上它也会拉到多少？应该差不多也是30多30几块，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一旦往下回跌30个点的话，就从均价，记住你的持仓均价往下跌30%，它也是会怎么爆仓的，全部爆成零波段。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下跌30%点要爆仓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还没在爆的时候，强哥建议小伙伴们用一个方法啊，也就是说在你涨的过程中，你原来的100美金本金干嘛提出来发转出去，懂了没有？剩下纯粹的就是什么利润去滚仓。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心理负担减少了很多？因为这些都是赚的钱嘛，对不对？随便它怎么滚都行，但是呢，风险更小，咱们的全程保持3倍杠杆也就 OK 了，没必要像那些进阶的玩家提高5倍啊、10倍啊、20倍啊，对吧？因为那个是风控比较好的，操作比较牛的，
技术水平耐实的币圈大神去做的。我们如果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占，这几点没有任何水平的条件下，我们就用$100做3倍多，甚至说极端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2倍，对不对？当然这个2倍肯定就是利润就会变小嘛。有句话叫什么？有得有失，对吧？我们心态最重要，你有得了肯定就有失，有失了就有得。那这样改成2倍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基本上要接近50个点才会爆仓了，它不会是30个点就爆了，对不对？所以就看我们是怎么去想了。自己进入这个币圈行业前期，我们只是说一个学习的小打小闹的一个心态，还是就是奔着一下就想赚大钱的一个心态。天下还是强哥之前说的那句话啊，没有白吃的午餐，不可能让你什么都没拥有的情况下，经验不拥有，技术没拥有，资金没拥有，对不对？不是什么富二代，不可能一下像赌徒一样那样一把就能成为百万富豪、千万富豪啊！收益跟我们的能力成正比的，有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滚仓它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魅力。你$100可以发挥你无限的可能性。比如像你，如果说你胆子大，像碰到去年的那种 TRB， 对不对？不到2天时间，如果说你是从$100开始做，它拉升到我们也可以做到什么？差不多1万加。那当你赚到1万加的时候，我们后面就算你霉运非常大，每次都亏，那我们也要亏98次才把我们赚的钱亏完，对不对？所以$100开3倍杠杆，贴30%爆仓，才能亏掉我们的$100，这个是永恒不变的一个道理。那你不可能每一次开进去过后都跌30%，对不对？都爆98次，那几乎不现实嘛。我想你没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倒霉，对不对？你说这98次里面有个10次、20次、30次，那是相信的。但是根据信号去开的话，大多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啊。所以说滚仓它的魅力还是有的啊，就看我们怎么去学习掌握，怎么去抓住它啊。反正我们要记住一个道理，你不要开$100，我们就去干20倍、30倍的一个杠杆去进场。那这种的话，其实说白了，对于3倍币来说，那基本上可能1分钟都不到就给你爆掉了啊。但是你开3倍的话，或者2倍的话，说真的，你想亏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今天强哥跟大家分享的，我想小伙伴们明白了没有？没明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强哥第一时间看到会跟大家排忧解难的啊。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如果本期视频对小伙伴们有所帮助，请趁助你们发的小手来个1键3连，谢谢观看啊，下期视频再见。